亚利桑那州的图森是个非常有味道的地方。这座城市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做老城。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图森这座城市给予了精准的定位。图森有个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叫做图森老城。那是一座非常有传奇色彩的电影基地，无数个美国西部电影都在那里拍摄。它记录了美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但是疫情期间被关闭。无意间的探索让我发现了尘埃小镇，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图森为什么还叫老城，完全带给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觉，由此揭开了这座城市的历程，是最合适不过了。用马或牛拉动的这辆19世纪中期的木质大车，其实它承载着一个家庭，这就是房车的鼻祖。铁路修通后，给这座城市一样带来了惊喜和不一样的文明。人们有序地聚集着，在吃饱穿暖以后，除了物质上交换，精神上也急需要得到极大的满足。19世纪中叶，欧洲正在引领着世界文明的进程。在这个军事要塞发展起来的定居点，除了饭店、商店以外，人们更多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于是银行、剧院、赌场和妓院应运而生了。除了写信传递信息以外，1920年代打电话成了人们最直接的交换信息的方式。美洲原住民发明的雪茄成为了身份的象征。西班牙殖民时期，原住民的文化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在这座老城广为流传。文化融合也同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个城市的早期发展是靠银矿和铜矿的资源开发以及后续的冶炼加工而完成的，所以老城的建设者把这一套完整的模拟出来，我想是让更多的人们知道些什么。毕竟它可以告诉人们，是这些工人创造了一切，从而把这个部分淡化为可以民众参与的娱乐工具，一举
而多得。食品的供应几乎全部来源于农场，即便在当下的美国，仍然有很多地方沿袭下来，还可以加工成美味，来满足人们对美食的追求。餐饮业的发达，在老城中随处可见。小镇聚合了欧洲文化和原住民文化相互包容着。这个几代人经营的照相馆，从1921年开业至今，整整100年了。从影像的留存到艺术的创造，它每一步都走的是如此踏实。人们总会在斑驳的记忆中找到些什么，或许并不仅仅为吃上一餐美味，亦或有一宿安静的睡眠。人们对城市的向往，还会有更多的期许。图森特有的土坯建造的墙体，在干燥暖和的沙漠山谷中可以延续100年以上。西班牙土坯泥墙的技术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教堂、住宅或是商业街面，都有非常完好的保留。这些正在被另外一种新的混凝土技术所取代，但是不经烧制，而直接用于建筑的精髓，被一代代传承下来。这是一辆整整100年前的汽车。在此之前，西部的开发者们就是靠这种交通工具拖家带小向矿产资源地聚集。用来休息的酒店和商店陈设的物品都具有浓厚的欧洲风气。老城的信息栏里贴满了吃喝玩乐的各色广告。除了照相馆，欧洲的魔术商店也迅速在美国普及开来。最不能想象的是轮滑运动在20世纪初的风靡。只要有矿产资源开采的地方，都会出现大量的华工。华人商业服务群体也随之发展起来。老城的早期建立，光顾者大多不是底层的劳动人民、中产或企业主，对从事综合服务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游乐场就是其中之一。
19世纪中期的老城其实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老城是在1921年大火后重建的。人们对老城的追随、回忆和寄托，都幻化成最具图森历史意义的西部枪战表演。它展现历史，又诠释着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权力争斗和血雨腥风，时刻提醒人们珍惜鲜血换来的美好家国与未来。我们探索完老城，得出了结论：为什么图森又叫老城呢？一、历史原因，这里被发掘出12000年前人类种植的行为成为定居点是历史的必然。二、地理环境，图森三面环山，处于山谷地带，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商业供应的城市雏形。三、文化的融合，西班牙传教士的进入，教堂的建立，欧洲贵族文化的消费习性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区域的衣食住行，给老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欢迎继续关注周游天下，不错过任何精彩。